眼前男人正准备和他的女朋友一起睡觉，可此时马特的室友们却不合时宜的回来了。为了避嫌，女孩准备下床去拉上门帘，但在这时刚进门的室友看到了正在拉门帘的女孩，这喝醉的混蛋就这样走过来，打开门帘，坐在了床上，用低俗的语言调戏了马特的女朋友，并且此时屋内又进来了4个男人看着热闹。马特一直在忍着脾气，直到这室友掀开了被子。Now don't you be bullshitting me, girl. You've been showing your little ass like a flag. 听到这混蛋继续侮辱着自己的女友，马特从床上下来，把这混蛋推了出去，关上门帘。但这时的室友并没有停止他的行为，而是选择冲进了马特的房间，扭打在了一起。本来这只是简单的冲突，可房间内剩下的4人却不约而同的选择帮助这做错事的室友。他们3个人拦着马特，1个人抓住女孩，在混乱之下，他们打晕了女孩，用酒瓶击倒了想要反抗的马特。紧接着，这群混蛋便一个接着一个对着已经晕倒的女孩进行了丧尽天良的侮辱。而就在女孩即将再次被伤害的时候，被打晕的马特醒了过来，靠着意志以一己之力拖出了房间内的5个男人，让自己心爱的女孩赶紧离开这里。临走之前，他回头最后看了一眼正在拼命抵抗的马特，逃出了拖车。但此时的外面是零下30多度的雪地，这里荒无人烟。而为了逃命，女孩只能光着脚丫在雪地里拼命的奔跑。她忍着心中的恐惧，在寒风中想要找到前方的光明，可女孩还是跌倒了。但她并没有放弃，而是强撑着自己站了起来，在月光下继续奔跑。第二天，住在镇上的猎人科里去到了保留地的岳父家中。由于家里的牲口被野兽袭击，岳父拜托他上山狩猎野兽。但就在科里寻找野兽的踪迹之时，他却发现了雪地里的一些血迹以及人的足迹。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科里明白前面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所以他赶紧穿上了白色的吉利服，背着猎枪掏出左轮，开始跟踪地上的足印。不知走了多远，警惕的马特发现了雪地中已经失去呼吸的女孩。他看到女孩已经严重冻伤了脚丫，不用多想，科里也知道她经历了什么。稍微缓了缓神情，科里通过对讲机联系了保留地的警长。由于发生了命案，两人一同等来了当局派来的年轻探员。但由科里带他去到案发现场，女孩的身份已经确认了。科里看到她的第一眼便认出了她，因为女孩正是科里女儿的闺蜜娜塔莉。探员在看到了娜塔莉受到侵犯的下半身后，决定先让法医查看她的具体死因。而科里早就推断出了害死娜塔莉的真正原因。 She ran until she dropped here to the pool of blood where her face hit the snow. 由于极度寒冷的空气，再加上娜塔莉拼命的奔跑，这让她的肺部在冷空气中被冻住了，然后肺部的血液从气管中喷出，让她停止了呼吸。不出意外，镇上的法医证明了科里的判断。在确认了死因之后，探员让警长带着自己来到了娜塔莉的家中。他问着娜塔莉的父亲马丁，最近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女儿在和什么人接触？马丁说到自己只知道女儿交了一个男朋友，而出于尊重，在娜塔莉不想告诉自己之前，他并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而在这时，科里敲响了房门，马丁看着他，两人抱在了一起。原来就在几年前，科里的女儿因为科里和妻子大意的把他和弟留在了家里，不知哪来的混蛋听到了这个消息。等到科里发现自己的女儿时，他只剩下了被胶囊啃食的只剩下一半的尸体。由于地广人稀，整片保留地也只有6名警察。在痛苦中寻找了许久的科里，至今都没有找到凶手。而现如今女儿的闺蜜也惨遭伤害，他向老友马丁发誓会找出凶手，替娜塔莉报仇雪恨。探员在搜集了一些线索过后，他决定先从尸体被发现的最近建筑物开始调查。那里离娜塔莉被发现的地方大概有5公里。探员认为光着脚丫在零下30度的雪地里跑5公里，这已经是极限了。而警长则告诉他，那里是个瘾君子的据点，并且娜塔莉的亲弟弟小齐也因为沾上了毒瘾，常年在那里面瞎混。可就在警长和探员敲开房门的时候，一个瘾君子并不配合的出现在门前。就在他自言自语的说话之时， Let me see your hands. Let me see. 瘾君子用喷雾袭击了2人，而此时科里已经摸到了后门。在探员和警长还在擦眼睛的时候，用雪铲击倒了想要逃跑的瘾君子们。而这时探员也进到了屋内，在受到喷雾干扰的前提下，他用枪法证明了自己的专业。在屋外，科里和小齐说了他姐姐的经历，他很崩溃。不过这时探员还是没有找到线索，还得是科里帮他发现了雪地车路过这里的痕迹。就在2人追踪着痕迹来到山上的时候，科里和探员发现了一具正在被秃鹫啃食的尸体。而由于附近唯一剩下的建筑就只有燃油钻井台了，警长打算明天带着探员去问问钻井台的警卫，那里应该会有几个监控，能拍到点什么。并且科里还从小齐的口中得知了他姐姐的男友叫马特，还有这马特的工作就是驻守钻井台的警卫。科里在晚上和探员互通了消息，根据法医的鉴定，他们确定了下午发现的尸体就是娜塔莉的男友马特，所以他们决定除了去钻井台调取监控之外，还要去搜查一下马特的拖车，看看是不是和娜塔莉有什么联系。为了确保安全，警长特意带探员找到了保留地外的怀俄明州警局。探员请了警局的副警长带队前往钻井台，而科里则去到了发现马特尸体的地点。他准备顺着雪地车的轨迹往前看看能发现什么。而此时的警长已经带着警员们来到了钻井台的警卫区。探员看着前来交涉的警卫脸上有伤，已经感觉到了不对。副警长则开口提出了要去看看马特拖车的请求。另一边，科里又一次发现了雪地车留下的
的轨迹。可当他拿起望远镜看向这轨迹远处的时候，克里竟然发现了钻井台以及正朝着马特拖车方向前去的人影。他大感不妙，赶紧上车朝着钻井台的方向赶着。而此时的警卫拖车旁，想着和探员多聊几句的警卫说漏嘴了。Well, how can that be? I thought you guys found her in a snowdrift right before the storm. Excuse me? Well, I heard her name go out over the radio when you guys found her. I don't remember using her name. Maybe you weren't listening. 并且这时副警长也发现了不对。 Fuck are you doing? What? Why are you flanking m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 fuck do you think I'm talking about? You got us on 3 sides. Get your hand off that weapon. This is private property. Don't you fucking gun down! Put the fucking gun down right now! Put it down. Kill it. 一瞬间冲突一触即发，几名警卫持枪围住了探员击人，双方人马各自说了对方怎么巴拉巴拉。这时探员站了出来 FBI! This is federal land and I am the only authority, okay? 靠着他的身份，探员暂时平息了这场冲突，双方人马逐渐战成两边，而探员则安抚着副警长，让他放下武器，可副警长却告诉他 You didn't see it. 等到大家冷静下来，探员让警卫继续带着自己去查看马特的拖车。与此同时，克利已经来到了钻井台的上方，他尝试了用对讲机联系警长，但是却没有回复。情急之下，他只能掏出自己的猎枪，朝着拖车的方向跑去。可此时的拖车之外，在警惕的双方人马的见证下，探员敲响了房门，可房内却迟迟都没有回应。警卫这时也呼喊着拖车内马特的室友，让他快点开门。但这时候，警长已经收到了克里的无线电讯息 Jane, get away from the door. 一场混战瞬间开始，幸好探员的防弹衣救了他一命，并且让他反应了过来。但就在警长这边马上要控制住局势的时候，经过自动武器的扫射，现场只剩下了身中数枪的副警长。Fuck you, let's go. 随着副警长牺牲，现场已经被警卫们控制了下来。可就在探员也要被枪决之时，这警卫突然发现不远处好像有点不对劲。身穿吉利服的科里终于赶到了，靠着身上的这身衣服，在雪地之中的科里就像是穿上了隐身衣。还没等这些警卫发现他的位置，拖车内外的3名警卫就已经被他击毙。而那个最混蛋的人渣则跳窗逃了出去。探员听到他逃跑的声音，马上从拖车底下爬出。可奈何距离太远，还是让这混蛋跑了出去。此时克里也来到了探员的身边，把他扶进了拖车内，简单安置了下伤口。探员便让他去追那个混蛋，自己则打算用无线电联络后援。镜头一转，此时的混蛋正害怕的在树林中乱转，惊恐之下他甚至出现了幻觉。而就在他要转身的时候，克里抓住了他。等到混蛋醒了过来，克里淡淡的告诉他，这里是怀俄明州的最高峰，这里也是整片地区最冷的地方。随即他打开了这警卫整身的包袱，看着自己已经严重冻伤的脚丫，他开始求饶了。克里则告诉他，只要警卫说出那晚发生的一切，只要说出他那晚犯下的罪恶，自己就会放他离开，因为他并不是执法人员，他只是个普通人。在克里的引诱下，警卫说出了自己做的一切。I'm right there. Yeah. Your boyfriend? We beat him. We made him dead. Okay. 听到警卫说出了真相，克里给他松开了束缚，他让这警卫和娜塔莉一样光着脚丫在雪地里奔跑。只要这警卫能跑到高速公路，那他就可以活下来。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I want you to run. 警卫在恐慌之下不停地奔跑，可他才跑了没几步，便和娜塔莉一样死于肺部冻伤，被活生生地呛死在这片纯洁的雪地之中。而那个勇敢的女孩娜塔莉在生命中最后一晚，凭借着意志光着脚在雪地里跑了整整6英里，可她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死亡的命运。7天之后，一切已经尘埃落定。克里找到了满脸彩绘的马丁，本来的马丁是准备自杀的，因为失去了女儿，儿子小齐又沉迷吸食违禁品，马丁的生活失去了意义。而就在他准备行动的那一刻，小齐给他打去了电话，告诉了父亲自己要带着姐姐那一份勇敢活下去，还要戒毒，要开始新的生活。这阻止了马丁的自杀计划，也让他学会了勇敢。克里就这样坐在马丁的旁边，这2个失去女儿的父亲都在学习着真正的勇敢。2人没有说话，但他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要像娜塔莉一样，在冰冷的寒风中不停奔跑，直到生命停下的那一刻才会停息。Now morning blows quickly through, afternoon follows suit. How am I to get these things done?